黎明拂晓之时，最强人类集结，屹立于科学之巅的尖兵与技术恶魔之力的霸者，未来都市乱战升级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伟本。海贼王1007话，最强的人类已更新。来看2022年海贼王收官一话，福叶继续短期连载。解码无感情海游记第27期，为了全世界以及全人类而集结起来的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们，奎因、凯撒、贝加庞克、文斯莫克加治以及某位神秘女性，组建起了 MAS 团队。最擅长的即是贯彻和平主义。大斧头突然袭来的利刃贯穿正义的胸膛，陆奇一击得手，战逃丸重重倒下。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跟你说话才会。蠢货，别把我看扁了。他的攻击俺早就察觉到了，那一击应该防住了才对啊。原来刚刚陆奇逼近的一瞬间，战逃丸也立刻发动逐空毒袭，试图用武装色霸气挡下冲击。然而对手的速度和力道远超他的想象，真是有够硬的，早点咽气吧。只为权限更高的你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个阻碍。只要你还有意识，我们就无法操控炽天使。陆奇再次亮出利爪，准备彻底了结猎物。战逃丸连抬起手掌都已经十分勉强。突然，陆奇眼前一黑，小飞棍来喽！无挡路飞化身橡胶发条，将自己身体疯狂旋转，巨大冲击随着松开的弹力一起爆裂。这一记橡胶白色鞭子，橡胶飞腿变出长鞭，直接将陆奇抽向天际，轰入一旁的建筑之中。CP 基友特工们全体吃瓜，根本无法插手这场战斗。战场中心卷起一股橡胶旋风，正在四处乱撞。动作快点，路飞！如果想救这个孩子的话，我们得尽快赶到贝加庞克那。然而此时的路飞已经完全停不下来了，疯狂乱舞的橡胶龙卷直接变成强力撞头，径直冲向弟弟。你要去哪啊，路飞？研究员们趁着特工被拦住，迅速赶往工厂内部避难。炽天使 S1 双手舞动夜刃锋芒，瞬间斩切所有目标。炽天使 S 杀怪力掀起陆地海啸，针对眼前所有对手。CP 特工遭遇强力阻击，寸步难行。炽天使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啊！这样自相残杀下去，只会造成更多损失。更让人害怕的是，他们现在还都只是小鬼。此时的实验室内，弗兰奇正在含泪控诉，自从遭遇了炽天使的袭击后，他就非常不安。我说贝加庞克，那个臭小鬼圣平的能力是渔翁果实的能力吧？那是堂吉诃德家族的塞尼奥尔皮克，也就是我兄弟的果实能力。世界上不会存在两个相同的果实，难道说那家伙死了吗？贝加庞克肯定了弗兰奇的观察力，却说塞尼奥尔并没有死，他现在是推进城中的一名囚犯。弗兰奇马上反应过来，贝加庞克复制了同样的恶魔果实。天才科学家将这些秘密娓娓道来。人造的恶魔果实只能制造出动物系，不过凯撒的 Smile 不具有参考价值。那家伙要是早点死掉就好了。贝加庞克追求的是近乎完美的果实复制技术，即便是特殊的动物系果实，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的话，应该也能够实现复制。只是关于觉醒这一点还未得到确认。对于自然系果实，贝加庞克也只能无奈叹气。尽管自己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，但依然是困难重重。而对于超人系果实，只需要获取能力者的血统因子，然后通过与一种特殊的血液融合，就能够得到此人的能力。这就是炽天使手臂里流动的血液，名为绿血的神秘力量。你创造了血液吗？ブルススショック。炽天使这个名字是我起的，他们代表了当今科学的最高峰，是这片大海历史上最强的人类，人造最高战力，捍卫绝对正义。但对海贼们来说，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所以七武海才会被废除吗？你到底制造了什么东西啊喂？所以这些家伙就是海军的兵器。是的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。工厂城内激战仍在继续，研究员们躲在一旁，担忧着战逃丸的伤势。刚刚的橡胶长鞭将陆奇凿入墙壁，留下了个滑稽纪念，终于勉强把自己抠了下来。但这点伤害还不足以挡下他的步伐。猎物正奄奄一息，等待着最后一击。死亡魅影再次逼近，战逃丸挣扎着想要还击，又是一阵地动山摇，搞怪笑脸与捐狂笑声一起破土而出。草帽小子，路飞一个猛扑，差点把陆奇生吞。黑豹再次以极快身法跃入半空，橡胶巨人一击不中，却吃了一嘴石头。回过头来，双手扶正，瞄准陆奇，用力一夹，无数碎石夹杂的口水如流星雨点朝着天空急射而出，既有味道又有力道的饱和轰击，全都是来自四皇草帽的友谊馈赠。陆奇只能强行用拳头击穿石块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橡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奔到上面去了。吃了大亏的黑豹带着一身怒气，强行破开建筑，朝着路飞杀来。然而迎接他的是一把巨大弹弓。草帽倚住身后的管道，同化成软弹橡胶，正在充能倒计时。路飞伸手一抓，墨镜信手拈来。王牌飞行员准备就绪，双臂一松就是弹力迸裂，急速喷射的纯白锋芒是罗布路奇从未见识过的黎明神光。白色火箭飞裂天际的曼妙弧线是乱来至极的一拳攻势，超越想象的梦幻弹道，
将爆裂凶兽径直洞穿，只剩下那塌陷延伸的豹纹，裹挟着不可一世的杀意，一同退散。这个威力是怎么回事？意识快要撑不住了，路飞的拂晓一击彻底轰开陆奇的防御，将黑豹重重砸回地面，终结这场战斗的悬念。另外一边，乔巴和盛平看着2个伤员在 S 蛇的护送下顺利抵达月台，往这边走，赶快，那就是真空火箭了，快去吧！多谢了，真是个温柔的汉库克啊！无礼之徒，我只是按照了命令而已。小汉库克傲娇地羞红了脸，他不知道这世界的另一个他曾经臭骂了盛平好几次。广播突然响起，真空火箭将于1分钟后准时发车。时间紧迫，乔巴连忙催路飞上车，但他还在担心这里的状况。战斗完拖着重伤的身体，用最后的气力指向真空火箭。草帽小子，庞克大叔就拜托你了。男人既然做出了决断，也就无需多言了。路飞答应了这份请求，一切就报在他身上了。列车出发！真空引擎一声轰鸣，交辆列车瞬间没影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狂飙。速度太快了啊！好厉害啊，这东西！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操纵感，把波尼给唤醒了。这是哪里？贝加庞克呢？一不留神，我怎么跑到真空火箭里了？你这家伙又是谁啊？少女转头看到干瘪的路飞，又吓了一跳，四无五档消耗了许多体力。他是路飞，刚才发生了一些事，之后再跟你解释。真空火箭在透明广道中快速穿梭，绕过一栋栋高塔，带着一阵阵尖叫，径直冲入云霄。从工厂层到实验层的旅程大概需要32秒，已到达。还没等人反应过来，胶囊车厢已经稳稳停在了上层月台，仅仅用时半分钟就完成了天与地的衔接。广播随即宣布重要事项：之后的班次将全部停运。单间岛研究层的边界穹顶开始强化，发现入侵者，危险等级高。刺耳警报声在全岛上空响起，研究员们按照指示迅速避难，并将工厂全部封锁。很快，整座都市归于死寂，只剩下战场上七零八落的特工们和被乱斗波及的残垣断壁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贝加庞克老爷子确实很了不起。可惜了啊，战头湾。海军说让我们等他们到达，等他们来，这些人已经跑光了。此时的研究所内，贝加庞克正在向草帽一伙说明现在的状况。你真的被政府盯上了吗？杀死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对政府来说不是一大损失吗？可如果世界最聪明的人变成了敌人，换做你会怎么做呢？虽然老朽从未有过这种打算啊，确实是个麻烦事，应该抹杀。别说这么吓人的话啊！命运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触碰那段禁忌的历史，立刻招致了雷霆手段。贝加庞克也无可奈何。然而转机也在此时出现，成为了4环的草帽一伙来到这里，何尝不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？你要坐我们的船？会操纵的啦！热烈欢迎啊！请帮我看看弗兰奇将军还有桑尼号。喂，说了100遍了，快把这破鞋子解开！无理的老家伙。另外一边，盛平将严重受损的阿特拉斯交给研究员们，他将立刻接受治疗和维修。路飞还在感叹实验层的专利，波尼已经气呼呼的拿起水管准备去算账了。把父亲恢复原样的事，贝加庞克还没有答复我。要是还有虫子飞出来，我就全杀了。你这是拿虫子出气啊！下方的工厂层，陆奇已经拿到了4名炽天使的控制权，并让特工们将岛屿四周的逃跑路线全部封堵。现在所有战力都死死盯着上层，加上本体，总共还有6个吗？这下难办了。那个自动防御系统可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一个也别想逃出这座岛。此时的某处海域，浩浩荡荡的海军舰队正在驶向弹尖岛。大将黄猿接到来自本部的最新情报，贝加庞克和草帽一伙结盟了，那逃跑就变得容易多了。但这世间本就世事难料，可别以为我会让你们心想事成哟。原计划变更，尽可能派出更多军舰前往弹尖岛。正在迫近的海军最高战力，将这场战火烧至白热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70话的全部内容啦。本周因为合刊的缘故，下周没有漫画，1071话要明年见啦。作为2022年的收官一话，弹尖岛第1阶段的战斗也告一段落。5岛路飞吊打陆奇，以巨大优势轻取对手，算是回应了上一话各种质疑声。路飞小队也成功带走阿特拉斯和波尼，抵达上层。而 CP9 方面虽然吃了大亏，但取得了炽天使的控制权，又封锁了下层的出路。一来一回，双方算是互有胜负，还将有第2阶段的战斗。另外一边，恶魔果实复制的奥秘，连带着炽天使的力量之谜也一并公布。武田算是又填上了一个大坑。本以为弹尖岛的故事快结束了，结果本话末尾，率领大批海军逼近的黄猿，又让剧情充满悬念。接下来贝加庞克如何脱身，草帽一伙又要如何应对包围圈？下一期我们来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